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秦昊，今晚公司聚餐，我可能回来的晚点。林婉清站在穿衣镜前，精心补着口红。她今天穿了件新买的红色连衣裙，是我从没见过的款式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她，又是部门聚餐，这个月第几次了？销售部业绩好，赵总请客。他头也不回地说着，语气里有些不耐烦：“你别总这么小气行不行？”赵总，赵明轩，我认识他，公司的销售总监，30出头，开着奔驰，据说还没结婚。我送你过去吧。我起身穿外套。不用。林婉清转过身，语气急促：“打车就行，你在家好好休息。”他匆忙拎起包就要走。我叫住他：“婉清，干嘛？下周末是我们在一起3周年，想带你去那家法式餐厅。”林婉清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“好啊，到时候再说。”说完就出门了，连个拥抱都没有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上了一辆黑色奔驰，车牌号我记得清楚，那是赵明轩的车。这是第一次他当着我的面撒谎。以前的林婉清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大学时就在一起了。他是人力资源专业的系花，我是计算机系的普通学生。毕业后，我们一起进了这家互联网公司，他做 HR 主管，我做程序员。3年来，他从来没对我撒过谎。那晚他凌晨2点才回来，满身酒味，说是喝多了。我给他倒水，发现他脖子上有个红印子。这是什么？我指着那个印子。林婉清照镜子看了看，可能是过敏吧，最近天气干燥。又是撒谎。我没有拆穿他，只是默默记在心里。第2天上班，我特意观察了一下赵明轩，他西装革履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，正在和几个女同事说笑。看到林婉清经过，他的眼神明显停留了几秒，而林婉清也朝他微微一笑，那种笑容和对我的笑完全不同。中午休息时，我去了公司楼下的咖啡厅，透过落地窗，我看到林婉清和赵明轩坐在角落里，两人靠得很近，在低声说着什么。赵明轩伸手替他撩了撩头发，林婉清没有躲开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交往3年，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我已经开始攒钱，准备买房结婚，甚至连婚礼的地点都想好了。但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那天晚上，林婉清又说要加班，我没有阻止，只是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写代码。11点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张伟给我发了条微信：“哥们，刚才在万达看电影，看到你女朋友和赵总在一起，还有一张偷拍的照片。照片里，林婉清和赵明轩手牵着手走出电影院，动作亲密自然。”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删除了张伟的消息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暗中观察林婉清的行为。她的手机开始设密码，以前从来不会。她的微信消息来得更频繁，但每次我走近，她都会迅速把手机扣过去。最明显的变化是她的穿着。以前的林婉清喜欢简单的休闲装，现在却总是精心打扮，裙子越来越短，妆容越来越精致。婉清，你今天穿得很漂亮。我试探性地说。谢谢。她头也不抬地回答，忙着照镜子整理发型。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想打扮一下。女人不都这样吗？她说得很自然，但我注意到她在撒谎时总是会摸摸耳垂。这个小动作我观察了3年。中午吃饭时，我故意提起赵明轩，
听说销售部这个月业绩不错，赵总挺厉害的。林婉清明显紧张了一下。是挺不错的。你和他熟吗？不熟啊，就是工作上有些接触。他低头吃饭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但我知道他在撒谎。昨天我在茶水间无意中听到2个女同事的八卦，听说林主管和赵总走得挺近的，经常一起出去吃饭。真的假的？林主管不是有男朋友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最近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。我默默地泡了杯咖啡就走了，当作什么都没听到。晚上回到家，林婉清在洗澡，她的手机在沙发上响了。我瞥了一眼，是赵明轩打来的。我没有接，也没有告诉他。洗澡出来，林婉清第一时间就拿起手机查看，看到未接来电，她的表情有些焦急。我去阳台打个电话，她匆匆说道。我假装在看电视，实际上在偷听她的通话。抱歉啊，刚才在洗澡。明天中午。好的，我想办法。我也想你。最后那句话让我的心彻底凉了。他从来没对我说过我想你。挂了电话，林婉清回到客厅，脸上还带着甜蜜的笑容，但看到我，那种笑容瞬间消失了。谁打的电话？我明知故问。同事，工作上的事。他坐在沙发的另一端，和我保持着距离。以前的他总是喜欢靠在我怀里看电视。婉清，我忽然开口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你会告诉我吗？林婉清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然后勉强笑道，你怎么问这种奇怪的问题？我怎么可能爱上别人？但他的眼神在躲闪，声音也有些颤抖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我没有继续追问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各自玩手机，没有任何交流。以前我们会聊工作，聊电影，聊未来的计划。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沉默。躺在床上，我听着林婉清均匀的呼吸声，却再也睡不着。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时，他说过，秦昊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想起他曾经为了我和室友吵架，因为室友说我配不上他。想起他生病时我整夜照顾他，他抱着我哭着说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那些美好的回忆现在都变成了刺向我心脏的利刃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变了。或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我。周末的早晨，林婉清说要和闺蜜去逛街，晚上可能不回来了，在小雅那里过夜。她边化妆边说。我点点头，注意安全。她出门后，我给她闺蜜小雅打了个电话。喂，秦昊，怎么了？小雅的声音有些疑惑。婉清说今天和你去逛街，晚上在你那里过夜。我想问问你们去哪里，方便的话我过去接你们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秦昊，婉清今天没和我在一起啊？我今天回老家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是吗？可能是我记错了。秦昊，婉清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她已经很久没和我联系了。小雅的声音有些担忧。没事，可能是工作太忙了。我匆忙挂了电话。又是撒谎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这段时间的种种迹象。晚归、撒谎、疏远、冷淡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，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。下午3点，我收到张伟的微信，哥们，你女朋友和赵总在香格里拉酒店，要不要过来看看？还有一张照片，林婉清和赵明轩手牵手走进酒店大堂。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彻底明白了。我没有回复张伟，而是开车去了香格里拉酒店。我在大堂里坐了2个小时，一直等到傍晚6点，
才看到他们从电梯里走出来。林婉清的头发有些凌乱，脸上还带着红晕。赵明轩搂着她的腰，两人有说有笑。他们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我。我看着他们走出酒店，上了赵明轩的奔驰，然后消失在车流中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人活生生地挖了出来，血淋淋的，疼得无法呼吸。交往3年，我以为他是我的全世界。我为了他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，选择留在这个2线城市。我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还要接私活赚外快。我以为我们会结婚，会有孩子，会一起慢慢变老，但原来这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晚上11点，林婉清回来了，逛了一天累死了。小雅那丫头真能逛，她一边脱鞋一边抱怨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表演，心里只剩下冰冷的讽刺。买了什么？我问。没买什么，就随便看看。她避开我的眼神。我去洗澡了。洗澡的时候，她把手机带了进去。以前从来不会这样。我坐在客厅里，突然想笑。我在这里担惊受怕，她却在酒店里和别的男人缠绵。我在这里自我怀疑，她却在我面前演戏撒谎。这就是爱情吗？不，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爱情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他不爱我了，既然他选择了背叛，那我也没必要再维持这段虚假的关系。但我不会像个怨妇一样质问他，也不会苦苦哀求他回头。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第2天开始，我表面上和往常一样，但暗地里开始收集证据。我在他的包里装了个小型录音设备，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背叛者没有资格谈道德。同时，我开始改变自己。多年的编程工作让我有些发福。现在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步，晚上去健身房练器械。我重新打理发型，买了几套新衣服，开始学习摄影和吉他。秦昊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林婉清有些疑惑地看着我。没怎么啊，就是觉得应该让自己更优秀一点。我一边做俯卧撑一边回答。突然这么努力干嘛？为了你啊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我希望能配得上你。听到这话，林婉清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似乎是愧疚，也似乎是不屑。你本来就很好了，他敷衍地说道。但我知道，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男人。通过 GPS 定位，我发现林婉清经常去的地方，除了公司，就是几家高档餐厅、咖啡厅，还有赵明轩的住处。录音设备记录下了他和赵明轩的很多通话，内容让我恶心。明轩，我想你了。今天穿的是你喜欢的那件裙子。秦昊最近有些奇怪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会的，他那么老实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找个机会和他分手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听到这些录音，我的心已经彻底死了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。原来他早就打算和我分手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心软了。我开始联系公司里的一些朋友，打听赵明轩的底细。从张伟那里，我得知赵明轩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光鲜，他欠了不少外债，买车买房都是贷款，之前还有过几段不正当的关系。这种人就是玩玩而已，不会认真的。张伟说，你女朋友被他骗了。我笑了笑，是吗？从财务部的朋友那里，我了解到赵明轩的真实收入。表面上他是销售总监，实际上大部分业绩都是团队的功劳，他只是会包装自己而已。1个月后，
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手机里有几十段录音，几百张照片，还有一些酒店开房记录。同时，我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。持续的健身让我瘦了20斤，肌肉线条明显了很多。新的发型和穿衣风格让我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心境变了。以前的我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林婉清不高兴。现在的我再也不会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秦昊，你最近变了好多。公司里的女同事开始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，是吗？往好的方向变吗？我笑着问。当然是好的。以前觉得你有些木讷，现在看起来很有魅力。这些话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告诉林婉清，和她分享这种快乐。但现在，我只是淡淡一笑，她已经不配知道我的任何事情了。2个月后，公司要举办年会，这是我计划中的最后一步。秦昊，年会你准备表演什么节目？人力资源部的主管问我。还没想好，可能唱首歌吧。我随口说道。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年会的前一天，我收到了最关键的一段录音。明轩，年会结束后我们就摊牌吧，我不想再骗下去了。林婉清的声音有些疲惫。好啊，反正他迟早要知道的。赵明轩漫不经心地说，到时候你就说我们是真爱，他应该会成全我们的。你觉得他会吗？当然会，他那么爱你，怎么舍得让你不开心？赵明轩的语气里满是嘲讽。而且他一个程序员，能给你什么？还不如早点让位给我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早点结束这段关系的。别担心，分手后我会好好疼你的。听到这段录音，我反而平静了下来。既然他们要在年会后摊牌，那我就在年会上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年会当天，我穿了一套新买的西装，打理得格外精神。哇，秦昊，你今天好帅啊！不少女同事都夸赞我。林婉清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，但她现在满心想的都是赵明轩，对我的关注度已经降到了冰点。年会进行到一半，到了员工表演环节，下面有请技术部秦昊同学为大家演唱歌曲。主持人报幕，我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，台下几百双眼睛看着我，包括林婉清和赵明轩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昊，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和欺骗的故事。台下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林婉清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打开手机，连接到会场的音响系统。首先，请大家听一段录音。林婉清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：明轩，我想你了。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听得出来，这是林婉清的声音。录音继续播放，内容越来越露骨。秦昊最近有些奇怪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会的，他那么老实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找个机会和他分手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台下开始有窃窃私语声。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林婉清和赵明轩。林婉清的脸已经白得像纸，她想要站起来阻止我，但腿软得站不起来。赵明轩倒是想装镇定，但额头上的汗水出卖了他的内心。录音播放完毕，我继续说道：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录音，没有说服力，那我再给大家看点别的。我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一组照片，林婉清和赵明轩手牵手进入酒店，在餐厅亲密用餐，在电影院拥抱接吻。每一张照片都清晰地显示了时间和地点。台下彻底炸了锅。我去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林主管居然出轨了，赵总这是什么操作？秦昊也太惨了吧！
被绿了这么久都不知道。林婉清终于忍不住了，她站起来冲向台前。秦昊，你疯了吗？关掉这些东西！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任何情感。为什么要关掉？这不是你们做的事情吗？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？他的声音在颤抖。什么场合？公司年会。我冷笑，我觉得挺合适的，毕竟在场的都是你们的同事，他们有权知道真相。赵明轩这时候也站了起来，他试图维护自己的形象。秦昊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，有什么事私下解决不行吗？过分！我看着他和别人的女朋友偷情3个月，这叫过分吗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赵明轩咬牙说道。真心相爱。我又播放了一段录音，这是赵明轩和另一个女人的通话。放心，我和林婉清只是玩玩，他还有利用价值。等他把秦昊甩了，我就可以通过他在公司里站稳脚跟。这段录音让全场哗然。林婉清听到后，脸色变得惨白。明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赵明轩慌了。婉清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林婉清的声音在颤抖。你说你爱我，原来只是在利用我。不是的，我看着他们狗咬狗，心里没有任何快感，只有冰冷的平静。好了，表演结束，我放下话筒，谢谢大家收看这场闹剧。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，更多的是议论声。我走下台，经过林婉清身边时，她抓住了我的胳膊。秦昊，我们谈谈好吗？她的眼中满含泪水。我轻轻挣脱她的手。没什么好谈的，3年的感情已经被你亲手毁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她哭着说，知道错了。我停下脚步，你错的不是出轨，而是被人发现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场。年会结束后，公司里传遍了我们3个人的八卦。林婉清成了过街老鼠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赵明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销售部的下属们开始质疑他的能力，几个重要客户也提出了更换对接人的要求。我反而成了受害者，收到了很多同事的关心和安慰。秦昊，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有种，当众揭穿他们，太解气了。张伟拍着我的肩膀，是啊，换作是我，估计早就崩溃了。另一个同事说，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第2天，林婉清来找我，她的眼睛红肿，显然哭了一夜。秦昊，我们能谈谈吗？她的声音很轻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头也不抬地写着代码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是被逼的，但是你们是真爱。我终于抬头看着他。林婉清，别再演戏了，我已经看够了。我没有演戏，他激动地说。我承认我做错了，但我和赵明轩真的结束了。你听到了那段录音，他根本就不爱我。所以呢，你想回到我身边，我知道你还爱我的。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他眼中满含期待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林婉清，你知道吗？3个月前的我，如果听到你这样说，可能真的会原谅你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站起身，现在的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刺进了他的心脏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了？他不敢相信。很难理解吗？你都能不爱我了，为什么我不能不爱你？可是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那些都是过去式了。我收拾着桌上的东西，现在的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秦昊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他开始哭泣。机会？我停下动作。当你选择背叛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说完，我拿起包就要走。
秦昊，他在背后喊我，我没有回头。走出公司大楼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3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，但我并不感到痛苦，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。那个每天战战兢兢，生怕女朋友不开心的秦昊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只为自己而活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升职的通知，公司决定让我担任技术主管，负责整个技术部门。秦昊，恭喜你啊！张伟兴奋地说，你这是因祸得福啊。确实，经过年会那件事，公司上下都对我另眼相看，老板觉得我有勇气有担当，同事们觉得我有原则有底线，而林婉清和赵明轩的情况就不太好了。林婉清被调到了分公司，基本上等于变相降职。赵明轩更惨，直接被开除了，据说是因为私生活混乱影响了公司形象。林主管走的时候哭得挺惨的，有同事跟我说，他还问你现在怎么样，我没有接话，只是专心地看着电脑屏幕，他的事情与我再无关系。晚上下班，我去健身房练了2个小时，然后去附近的咖啡厅坐下。这家咖啡厅是我最近发现的，环境很好，咖啡也不错，一杯拿铁，谢谢。我对服务员说，好的，请稍等。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女孩，长得很清秀，笑容很甜。几分钟后，她端着咖啡走过来，您的拿铁，谢谢。我接过咖啡，注意到她的名牌上写着苏晴。不客气。她笑了笑，您是附近上班的吗？经常看到您来这里。是的，就在旁边的写字楼。我点点头，我也住在附近。以前怎么没见过您呢？可能是我以前比较宅吧。我笑了笑，和苏晴聊了几句。我发现她是个很有趣的女孩。她在这里做兼职，白天在附近的大学读研究生，学的是心理学。心理学很有意思，可以了解人的内心世界。她说，是吗？那你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开玩笑地问。她认真地看了看我。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故事的人，而且最近刚刚经历了一些变化。我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从您的气质可以看出来，以前的您应该比较内向，现在却很自信。这种转变通常伴随着重大的人生经历。不得不说，他的观察很准确。你学心理学的就是厉害，我由衷的赞叹。哪里，只是业余爱好而已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们聊得很投机，直到咖啡厅快要关门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下班了。我起身准备离开。没关系，我也很开心能和您聊天。他真诚地说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下次还可以继续聊。当然不介意，我笑了笑，那就下次见了。走出咖啡厅，我的心情很好，很久没有遇到这样单纯美好的女孩了。和她聊天，让我想起了大学时候的自己，那个还没有被现实磨平棱角的青涩少年。或许，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经常去那家咖啡厅，有时候是为了工作，更多时候是为了见苏晴。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，从朋友变成了更亲密的关系。秦昊，你最近春风得意啊，连走路都带风。张伟调侃我，有吗？我笑了笑，当然有，升职加薪，还找到了新女朋友，能不得意吗？确实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，工作上得到了认可，身体也比以前更健康。最重要的是遇到了苏晴。苏晴是个很特别的女孩，她不像林婉清那样虚荣物质，也不会因为我的职业或收入而评判我。她更在意的是2个人的心灵契合度。我觉得你是个很有魅力的人。有一次她对我说，
魅力？我吗？我有些不敢相信。是的，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让人觉得很安全，很可靠。这是我第一次有人这样评价我。林婉清从来没有说过我有魅力，她总是嫌我不够浪漫，不够有情调。但苏晴不一样，她欣赏我的真实和朴素。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你的眼神。她看着我的眼睛说，很干净，很纯真，让人想要相信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原来被人真心喜欢是这种感觉，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什么，而是因为我就是我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咖啡厅和苏晴聊天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林婉清站在咖啡厅门口，透过玻璃窗看着我们，她的脸色很憔悴，明显瘦了很多。看到我和苏晴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她的眼中满含痛苦。苏晴注意到了我的异样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遇到了熟人。我淡淡的说。林婉清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推门走了进来。秦昊，他走到我们桌前，我抬头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任何波澜。有事吗？我能和你单独聊聊吗？他看了看苏晴，苏晴很识趣地站起身，我去忙工作，你们聊。等苏晴走开，林婉清坐在了我对面。她是你的新女朋友，这与你无关。我的语气很冷淡。她很漂亮。林婉清苦笑，比我年轻，比我单纯。如果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，那可以走了。秦昊，我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如果。我打断了他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我真的很后悔。他的眼中含着泪水，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的心并没有任何波动。后果有用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。秦昊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？他绝望地问。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，是的，一点都不爱了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他，他趴在桌子上开始哭泣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任何情感起伏。曾经，他的一滴眼泪都能让我心疼不已。现在，他哭成什么样都与我无关。好好生活吧，林婉清。我站起身，找个真正爱你的人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1年后，我和苏晴正式交往了半年，关系很稳定。他已经研究生毕业，在市里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。我也在公司站稳了脚跟，年薪涨了1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信任。秦昊，我们买房吧。苏晴趴在我怀里说，好啊，你看中哪个楼盘了？旧城南那个新开的，环境不错，价格也合理。行，明天我们就去看房。这种平淡而幸福的生活，正是我想要的。没有猜疑，没有背叛，没有谎言，有的只是相互的关心和支持。这天下午，张伟给我打电话，哥们，告诉你个消息，赵明轩被人揍了。赵明轩伸手替他撩了撩头发，林婉清没有躲开，而他又骗了个有钱女人，结果被人家老公发现了，在酒店里被堵个正着。张伟幸灾乐祸地说，听说鼻梁都被打断了。我摇摇头，没有任何同情。像赵明轩这种人，有这样的下场是迟早的事。对了，林婉清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？张伟问。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如实回答。他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做普通员工，听说过得挺辛苦的。前几天还有人看到他在相亲，对方是个40多岁的离异男人。我听了，心中毫无波澜。他的人生选择，他的未来道路，都与我无关了。晚上回到家，苏晴已经做好了晚饭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？他关心地问。还不错，你呢？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。
是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。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聊着各自的工作，气氛温馨而和谐。吃完饭，我们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规划未来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真实、美好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和林婉清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我们也是这样相爱，这样美好。当梦醒了，一切都只是过去。现在的我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爱人，新的未来。我不会再回头，也不会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，最好的报复不是让对方痛苦，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而我做到了，我不仅过得更好了，还找到了真正爱我的人，这就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